嘿，各位，2025新年快乐！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想来聊一下，我作为胆小鬼是如何来评价上海迪士尼以及北京环球影城的，以及我作为胆小鬼推荐去玩哪一些项目。这个视频会有点剧透，有些项目如果我路过的也会放在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选择，根据进度条来依次滑。因为我上海迪士尼去过几次，北京环球就只去过那一次。我个人感受是，对于胆小的人来说，上海迪士尼是更加友好的。那就这两个主题乐园的一些热门项目，我可以来聊一下。首先，上海迪士尼这边有小矮人过山车，有疯狂动物城的热力追踪，有加勒比海盗，还有需要排队排很久的飞越地平线。对于北京环球来说，它比较热门的项目有哈利波特，有变形金刚争夺战，还有个侏罗纪大冒险。那就我个人来说，上海迪士尼和北京环球这一堆项目都是可能会有涉及到，比如说加速或者是急速上升，或者是有很短暂的失重突然停止这些感觉。就北京环球的这3个项目，我个人在视觉上都会有一点小可怕的，但是上海迪士尼单纯从视觉上我觉得还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北京环球的你去侏罗纪，它突然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很可怕的恐龙出现在你的面前，张开嘴巴。变形金刚也是，突然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因为我没看变形金刚，可能会有一个主角出现在你面前。变形金刚它做的很逼真的一点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穿越像有火的地方，你脸上是能感受到一股热气的，但是是在你的舒适范围内的热气，就不会烫到你。像哈利波特也是，我们跟着哈利波特里面，它有一段是伏地魔出现，会有一些灰那一块。其实我会有点怕，因为我看过电影，但是我看到这个我还是会有点怕。包括像哈利波特的，它是要寄层包的，你是不能带东西的，你整个人可能会有一点后仰，包括是说会这样子起来的感受。我一害怕我就会闭上眼睛，只要一闭上眼睛，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所以也不用特别担心。那在上海迪士尼这几个项目，我觉得在视觉上我并没有感到很害怕。飞越地平线其实就是我以上帝视角来看世界各个旅游景点的一些景色。我觉得它做的比较逼真的一个点是，你能闻到不同的香味。就比如说你去哪一片大草原，你就能闻到对应的草的味道。我已经忘了有哪些个场景了，但是在不同的场景下，你是能够闻到不同的味道的。我觉得这一点还蛮细致的。对于我胆小的人来说，小矮人过山车我觉得是极限了，因为它会有那种一下子往下那种，但是幅度并不高。和我一起去玩的人他们都不怕，但是我个人还是有点害怕。热力追踪是最火的一个项目，但是它全程视觉上我是很享受的。建议大家如果去上海迪士尼玩，一进园一定要先去玩热力追踪，因为那个项目真的很火。上来说是需要等待时间花最久的，但是它所有的在的地方都是动物城的一些场景还原，就非常逼真。这些场景可以在你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增添一份乐趣和新奇感，就不可能就一边等待会一边拍个照。对，那些场景还蛮有意思的。
大家都往哪儿去啊？下棋了，快下马车！快进车上去吧，太危险了吧！没事吧？好了，该找支援了。你们好。闪电神力，10万马力。好的，加油，闪电！上海迪士尼其实除了疯狂动物城之外，我还是最喜欢那个加勒比海盗。它不管是从我的体感，还是说我的视觉，我觉得都是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且整个场景的设置，我觉得会比较成人化，就不幼稚，就不是那种明显为小孩子设置的项目。这个也推荐给大家。迪士尼那些适合小孩子玩的，一点都不可怕，但是也还有点意思的项目，我刚记了一下，也读给大家。是《小熊维尼历险记》，是巴斯光年，是胡迪牛仔嘉年华、旋转分泌罐和小飞象。这个《小熊维尼历险记》，我其实每次去也每次都会玩，还蛮有意思的。你坐在车上，可能是因为排队排累了，就可以坐在车上看那个小熊维尼这样子走一圈，不刺激，但是有点意思。对，激光年其实就是打枪，你坐在他的那小车上，你拿一个激光枪去瞄那些墙上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一些东西。胡迪牛仔嘉年华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个一点都不害怕的项目，其实又被称为甩驴，就是你要坐上那个车，那个前面是一个卡通的驴的形象，应该上了车之后，驴会随着音乐就不停的就这样子转来转去转，你坐在驴的后面就会被甩去甩，所以这就叫做甩驴。之前也还蛮火的，我个人还蛮喜欢。
旋转分泌罐其实就我们坐到这个旋转罐上，然后转来转去转，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拍照的地方。你女生自拍也好，或者是可以让和你一起来玩的人给你们拍照也好，很出片。而且它那边颜色会变，飞向你是坐到一个车上，这个车它可能会抬高一定的距离，会圆形的会转，只会它这个小飞象是离地的，会有一点高度。所以如果是非常恐高的人可能会有点害怕，但是我个人去做的感觉是还行。北京环球一点都不刺激，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玩的项目，一个是功夫熊猫，另外一个就是小黄人。功夫熊猫中国风设计的非常好，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就只有中国才有这一个功夫熊猫的项目。我们去玩的时候也没有排队，整个项目也算是比较平缓的，坐在车上看熊猫大侠的一些经历。黄人，它体验就是你在这个小黄人上面，它会不停的上下动，有可能会前后冲刺那一种，但是不会有突然间失重或者突然间往上窜，所以我很喜欢。迪士尼，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一下创极速光轮，整个人都不好了。我身边有朋友创极速光轮这个项目是可以玩2遍的，我就非常佩服。如果是跟我一样胆小鬼，创极速光轮我还是不建议你去玩了，这坑我已经替你踩过了。关于表演，上海迪士尼和北京环球都会有表演项目。在迪士尼的是加勒比海盗那边有一个话剧表演，北京环球有一个不可驯服。整个表演其实都不可怕，但是我个人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我会更喜欢上海迪士尼的加勒比海盗。它有个问题就是加勒比海盗那个话剧，你一进去你是要先站着，然后他到船长可能一些话表演完之后，你才能够进入他的表演场，找椅子坐下看表演。表演本身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但是在前面看一段需要站着等待，或者是看一段表演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会有点蛮累的吧，因为毕竟在上海迪士尼在室外也是全程在站着。北京环球的不可驯服，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从高空中这样子飞下来的一个场景，建议是坐2层楼的第1排，因为这样子你看到那一个场景是效果是最好的。而不可驯服有一个优点，就是你只要一进去就有椅子坐，你是坐在椅子上等这个表演开始，体验感会比较好。但是你单纯的从剧本来看呢，我觉得不可驯服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好看。上海迪士尼和北京环球都是有自己的 APP 的，大家都是建议提前下载好这个 APP， 这样子在园区里面你可以看到每个项目的排队时间，来更加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海迪士尼这边是有花车巡演的，是1天2场，但是具体的时间可能会变，所以还是以园区当天那个小程序里面的公告为准。那环球影城也是一样的，也有花车巡演。海迪士尼的烟花秀是晚上有2场，还是值得一看的。时间我已经有点忘了，可能是8点1场，9点1场。金环球是灯光秀，它的场次会比上海迪士尼的烟花更多。可能我们当时是5点45到9点吧，好像每15分钟还是每20分钟1场。但是你不能够卡到那个点才过去，因为卡到那个点才过去，你是排不到最佳视野的，你得提前。晚上好，我是霍格沃兹的分院帽。你们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我最清楚，所以把我带上，你该到哪儿就很清楚。你也许属于格兰芬多，那里的巫师们都充满了勇气；你也许属于和奇帕奇，那里的巫师们耐心又诚恳。如果你头脑精明，或许会进智慧的拉文克劳，你也许会进斯莱特里。那些狡猾阴险之人为达目的将不择手段。快带上我吧，我会告诉你应该被分到哪一所学院。
上海迪士尼我是去过几次，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加勒比海盗园区那一块的猪排饭，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原名是叫猪肋排还是叫什么了？以环球影城，我上次是吃了一个沙爹鸡串，我帮大家踩雷了，我不推荐这个。但是我看到他那个餐厅里面也有猪肋排，所以吃完沙爹鸡串之后，我有点后悔，我应该尝试一下猪肋排。女生如果去这2个地方都想要拍个美美的照片的，可能新的人拍照不是特别给力的，可以推荐大家去网上找一下那种跟拍或者是约拍，就各种渠道都有，闲鱼、抖音、小红书就有那种迪士尼跟拍，有些的可能是互免约拍，它可以帮你免费拍照。我们上次去北京环球，我朋友找的互免约拍，我们拍了1个半小时还是2个小时，这些摄影师们的技术也很好，又玩得开心，也留下了满满的照片作为回忆。不管你是去北京的环球影城，还是去上海的迪士尼，都希望你能够有一份非常美好的经历。